穿越洪荒，我刚成为女娲造就的10万先天人族的第一人，就发现人族要被坑，巫妖2族大肆屠戮人族，10万先天人族全部死绝，更是被众神瓜分人族气运，最后被红军算计。为避免洪荒人族被算计成为傀儡，在女娲为人族命名的时候，我直接抢先命名，直接夺取了洪荒人族的一部分气运，也因此让女娲的成圣之机少了一大截。于是他立刻让人族跪拜自己为圣母，以此弥补。我却瞬间拿住了女娲的7寸，不准让人族跪拜，这可是把女娲给彻底惹毛了。楚言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拜我为人族圣母。人族为何要拜你为圣母？人族由我所创，是我给了你们生命，不拜我还能拜谁？你说的不错，人族由你而创，但是你也会因人族成圣，你我双方不过利益交换，因此人族不欠你的。楚言这是要斩断人族和女娲的羁绊啊！一旦这个说法成立，女娲成圣后，人族便与他再无瓜葛。楚言，休得妄言，此乃定数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人族的路，人族自己说了算，何须尔等妖言过重？你大言不惭，找死！我创造的人类居然不听自己，这还得了？女娲瞬间被我这一句话给彻底点爆，直接一掌拍下，欲要灭杀我，然后再造一人。女娲攻击落下，瞬间覆盖眼前一切。然而人族上方陡然爆发出一道金光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居然被反噬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清更是瞪大了双眼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天道竟在庇护人族？怎么会这样？天道之力庇护人族，那我又当如何成圣？难道我成圣之路就此断绝？不可以！一口鲜血吐出，女娲道心受创。其他无心大能看到这一幕也是傻眼。女娲道心受创，实力下降，成圣难啊！成圣难啊！天道庇护人族，这怎么可能？太清的脸上也是一阵青红，自己成圣同样与人族有莫大关联。女娲，人族受天地护佑，大事已成，难以逆转。你且寻法让人族尊你为祖母，否则难正大道。滚滚雷音响彻在女娲心中，女娲满脸震惊。难道我真的要退一步才行吗？楚燕，到底如何，人族才能拜我？我有3个问题，你若能做到，人族必定尊你为圣母，并且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倘若你做不到，那就别怪我斩断你这圣母机缘。你一个人族蝼蚁，就是敢对道祖弟子提条件？你说，第1个问题，若人族尊你，你是否会庇护人族一直到无量量劫？这楚言不过刚诞生，为何知晓无量劫？人族由我所造，庇护人族理所当然。庇护人族？如果真庇护人族，那么人族在巫妖量劫、封神量劫也就不会如此凄惨。等着吧，我的第2个坑已经在挖了。第2个问题，人族虽然由你所造，但是你却为妖族。他日若妖族屠杀人族，你是否会立刻出手庇护人族，并惩罚妖族？这小子疯了，竟让女娲惩罚妖族？难道他不知道女娲是妖族吗？混账！区区蝼蚁也敢挑拨妖族，找死！变毛孽兽，洪荒乃是我父神开辟，我巫族都还没有说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欺我太甚！我就欺你太甚，你奈我何？眼看巫妖2族又要干架，瞬间一道太极图出现，镇压了巫妖。都住手！女娲成圣在即，谁敢闹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若是妖族屠戮人族，我定当阻拦。女娲也是耍了一个心眼，可我并不在乎，坑已经挖好，最后一个坑才是关键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日若有其他大能算计人族，你是否会帮助人族不被算计，哪怕对方是圣人？楚言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楚言知道了人族的一些未来？紫霄宫的红军也是一愣，感觉到事情有些偏离，立刻开始掐算。你此话何意？你无需管我何意，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。我可是知道，这人族虽是天地主角，可是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在被算计了。如今我已经拿住了女娲7寸，若是不拿到足够的好处，我必定不会松口。楚燕这话何意？难不成日后还会有圣人来算计人族？凭什么？区区蝼蚁族群如何入得了圣人法眼？好，我答应。他日若有其他算计人族，我必定出手庇护人族，就算是圣人也不例外。是吗？
你可敢发下道誓？这小子要干什么？居然以蝼蚁之躯让女娲发誓，那可是未来圣人啊！人族居然硬抗未来6圣，到底是谁给他的底气？楚言，你居然要我发誓？没错，就是发誓，否则人族不会拜你为圣母，你也无法成圣。你让我发誓？你可知我可是未来圣人，而且即将成圣，你居然让我发誓？你可以选择不发誓，我没有逼你。好，我发誓，只要人族拜我为圣母，我愿意。等等，楚言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这说的有问题，我说的是道誓。你应该这么说，我今日在此立下道誓，倘若人族拜我，我必定庇佑人族；若妖族胆敢冒进人族，我必出手阻拦，严加惩戒。日后不管是谁胆敢算计人族，我楚言必定庇护人族不被算计，否则魂飞魄散。此事就算成圣依旧有效。小子，你太过分了！楚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敢逼迫我妖族女娲发如此誓言！我现在就灭了你！人族蝼蚁，今日定要讨个说法！不妙！庶子，我定要与你分个高下！再来！住手！方才一击已让妖族运气折损。什么？怎会如此？这到底是个什么种族？就连三清也是懵，难不成女娲师妹被彻底拿捏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楚瑶做得好，我巫族为你撑腰。还有我冥河老曲，楚瑶放手干，这群扁毛老的早想收拾了。哼！巫族，冥河老祖，你们找死！都给我住手！楚言，你在教我做事？对，就是在教你做事，你有意见？闻言，女娲要被气疯了，直接抓着自己的脑袋狠狠揉搓，但是感觉这还不解气。只见女娲单手成爪，瞬间遮天蔽日，直接抓下了天庭，一把抓住帝君就是一顿胖揍。女娲这才舒服了许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发誓，我今日在此立下道誓，倘若人族拜我，我必……忽然，只见九天之上传来四箫神雷，直接劈打在女娲头顶，又被反噬了。女娲心中要崩溃了，这明明是自己的成圣之日啊，居然被雷劈了！住口！红军出手了。本来之前我出现的时候，红军就感觉到了不同，因此不断的掐算，只是感觉到大势并没有更改，因此也没有出面。可是这一次不出不行了。就在女娲发下道誓的那一刻，红军瞬间一口圣血吐出，脸色大变，大势即将被更改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给我住口！只见九天之上，紫气东来3万里，无数金色纹路浮现，一道身影缓缓走出，无尽金光道运环绕左右，每走一步脚下生莲。红军法身出场了，女娲、三清还有西方2圣全部跪拜，弟子拜见老师，拜见道祖。就连那普通的妖兽也是匍匐在地。这就是圣人出场的阵势吗？我被这一幕震惊到了。果然不愧是洪荒最大的 BOSS， 一出场就是无尽生灵跪拜。然而却有2个例外，那就是巫族和我。巫族只跪盘古，我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。红军也不在意，随后看向了女娲说道：“女娲，道是不可随意，你差点酿成大错，弟子知错。”女娲也是一阵后怕，因为就在发道誓的那一瞬间，女娲就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无尽业力奔着自己而来。这一股业力强的没边，恐怕就算是圣人都无法避免。幸亏被红军打断了，否则女娲死定了。楚燕，女娲造人成圣，人族尊女娲为圣母，此乃天命，你为何要阻拦？红军雷音滚滚。听到这话，我抬头直接看了过去。红军白发飘飘，手中拂尘飘洒一旁，一身白色装束，看上去仙风道骨。但是我却明白，眼前这个老头子可不是什么善茬。可以说洪荒一切的罪恶都是这个老头子搞出来的。见过天道之祖，女娲造人族，但也因人族成圣，这不过就是女娲和人族的利益交换，双方共赢罢了。天道之祖这话太过了。红军眼神微微一凝，我叫他天道之祖，并不是道祖。换句话说，我只承认红军是天道的最大 BOSS。至于地道和人道，我不认红军。而且我这话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，这是要斩断人族和女娲的未来羁绊。一旦这个理由成立，女娲成圣之时，就是和人族斩断联系之日，这可不行。红军眼神瞬间化作2道金光，瞬间直奔我，可是下一刻却皱起了眉头。怪事，明明一切正常，可是为什么却看不透？难道真的是个艺术吗？众人看到红军这个表情，一个个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只见红军掐指一算，然而却
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不行，必须要探查清楚，否则会出大事。之前我的3个问题就已经触碰了大事，就好像我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一样。红军原地不动，但是元神已经跨进命运长河，想要窥探眼前我的秘密。结果刚刚触碰的一瞬间，红军脸色大变，不好！命运长河之中，红军刚刚跨进人族命运的那一瞬间，忽然只看到一股伟岸的力量，携带排山倒海之势袭来。人族命运长河深处，一尊擎天巨人虚影缓缓浮现，瞬息之间气势碾压一切。怎么会这样？虚空之上，红军一口鲜血吐出，金色血液弥漫洪荒，随后化作无尽灵气。怎么会这样？道祖居然吐血了，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这又是人族楚燕干的好事？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无尽大能震惊，再一次对人族重新审视起来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6大弟子面色大变，赶忙询问。红军缓缓睁开了双眼，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这才说道：“没事。”但是心中却是震惊，刚才在命运长河之中到底怎么了？那一尊虚影到底是谁？绝对不是生灵，可是不是生灵那又是什么？自己已经是道祖，居然在命运的长河被反噬，而且压根就没有看到楚燕的命运。不但如此，还让红军沾染上了人族因果。这可是把红军吓了一大跳，自己可是道祖，不沾洪荒因果，可是为何却被人族因果给缠上了？实际上没有什么不沾因果之说，只是圣人太强，因果无法近身。可是若是一旦因果太大，就算是圣人也会牵连。道魔相争之中，红军和魔祖罗侯大战，打得西方崩溃。如今就算成了圣，红军这段因果依旧还在，这可是崩溃洪荒啊！否则日后为什么会有佛教大兴？这就是红军为了偿还因果。楚燕，红军声音滚滚如雷，接着说道：“人族乃是女娲所创，此乃天理，人族命名已让你抢去，这圣母之位就留给女娲。可以先让女娲发下道士，否则人族绝对不会拜见圣母。反正我就是不松口，天王老子来了都不给面子的那种。”洪荒大能顿时吓得站都站不稳了，这可是道祖啊！你居然不给道祖面子！楚燕，羞得猖狂，你太放肆了，敢对老师不敬！一时之间，红军6位弟子爆发了，这个楚燕太不像话了，不过却被红军一眼制止，随后看向了我，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一道，给予众生一线生机。楚燕，你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，为何还要断绝女娲这一线生机？你也太过了，过了吗？我呵呵一笑说道，我不过是想给人族求一个安稳罢了，只要心中没有鬼，就算是发下道士又能如何？如今你却阻拦，不让女娲发下道士，怎么？莫非你们心中真的有鬼？楚燕，你放肆！红军绷不住了，我这句话直接戳到了他的肺管子。我可是圣人，岂能算计你不成？可楚燕却是呵呵一笑，整个洪荒就他妈你的算计最凶，现在还好意思说自己不算计，骗鬼呢？那就让女娲发道士啊，又或者你来发下道士也是一样。欺人太甚！红军终于绷不住了，我是道祖，岂能随意发誓？这么说来谈不拢啊！我双手一摊，接着说道，说来说去，你们都不愿意发下道士，那就别怪我掀桌子了。我转身对着身后的先天人族大声说道，我等为人族，自当自强自立，不跪天地，不拜鬼神，人族的路，人族自己走。此刻开始，我楚燕当为人族。住口！顿时满天雷动，红军胡子都吹起来了。楚燕，你当真以为本座没有其他办法吗？然而我却是呵呵一笑说道，我相信你有，那你尽管试试，就算红军再怎么厉害，也背不住自己手握巨人，更是掐住了洪荒7寸。红军气得直咬牙，脑子里正在快速算计思考，尽可能在不改变大势的情况下捞到足够的好处。许久之后，这才说道，好，楚燕，人族可以不拜女娲为圣母，人族交由你教化，你可为人族先贤。此话一出，我也是一愣，还有这好事？无尽大能也是意外，道祖6大弟子更是傻眼，难不成红军真的妥协了？但是红军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我差点骂娘。本座门下6弟子，以为人族先贤，可为本座门下第7弟子，日后可成圣，为人族圣人。此话一出，洪荒无尽大能震惊再震惊，这楚燕厉害啊，居然争取了道祖弟子的身份，日后可以成圣。就连三清、女娲、接引和准提都是面色大变，老师不可啊！女娲急得大声吼了出来，老师，人族若是不拜我为圣母，我当如何成圣？住口！红军也是憋得慌，他们的不就是造人吗？这么小的事情都能出了差错，你还有理了？随后看向我问道，楚燕，你以为如何？然而我却是摇了摇头，我觉得不如何。刹那之间，洪荒无数大能再次吓尿了，这楚燕不会是有问题吧？那可是日后成圣的存在啊，居然就这样不要了？楚燕，够了，本座已经退了一步，你到底还要如何？红军大怒，只看到周身无风自动，道袍飘荡开来。红军，我不愿拜你为师，更不想人族受尔等摆布，除非你发下道士，否则人族绝无退后的可能。就算是人族俱灭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我说话铿锵有力，岂能不知红军所想？一旦入了红军门下，到时候红军想怎么玩自己就怎么玩自己，还成圣？骗鬼去吧！修行玄门仙道，斩尸成圣，自己身上有法宝吗？而且还需要鸿蒙紫气，自己有那玩意儿吗？只要不傻，一看这就是坑，混账！红军大声呵斥，楚燕，你一而再再而三，本座说不得要对你惩戒一番。好啊，来啊，谁怕谁啊！事关人族未来发展，坚决不能低头，哪怕一点点也不可以。孽障！
红军发怒，单手压了下来，恐怖的圣位爆发，整个洪荒的天空都充斥着圣人怒气。一个蝼蚁族群妄想拿捏本座，今日本座就毁了你！只看充满了法则力量的攻击瞬间落下，直奔我而来。这时天道之力瞬间爆发，洪荒人族安然无恙，可是红军却是连连后退。什么？天啊！道祖出手都没能灭杀楚燕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女娲师妹到底造了一个什么种族啊？红军更是怒气冲天，天道，此子太过妖孽，必须抹杀，否则洪荒大势更改，灾祸不断啊！红军沟通天道，随后只看到红军脑袋上浮现一抹金轮，那是造化玉蝶。天啊！道祖居然拿出了造化玉蝶，那可是道祖道气，承载天道之力。这一下楚燕死定了，洪荒无尽大能全部震惊到了。区区蝼蚁，居然试图挑衅天威，楚燕，你还太嫩了！妖族天庭之上，帝俊和东皇太一大放厥词，幸灾乐祸。一个小小的蝼蚁，不明天数，居然妄想掐住洪荒7寸。如今老师出手，此子可灭。太清也是冷冷一笑，看来自己成圣的机缘还在啊。只看到通天上前一步说道：“楚燕，各自后退一步，成圣要紧，我做担保，他日我若成圣，必定护你人族周全，你看如何？”通天修行截取天地生机，人族既然出世，且受到天道庇护，实在不忍看到新生人族就此消散，这才说话。同时，洪荒无尽生灵听到了通天的话之后，也是感觉到通天大义。楚燕，通天的话你听到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否则就别怪本座灭杀你。红军的造化玉蝶已经爆发出璀璨的光芒，只看到天道法则十分显眼，大有我一言不合就要灭杀的势态。我轻轻一笑，看向了通天，通天道友客气，如此好意我楚燕感谢了，但是人族事关重大，我不能就此退步。随后看向红军，深吸一口气，大声说道：“要么发下道誓，人族甘愿拜女娲为圣母，否则人族宁愿神魂俱灭，也不愿意低头，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行。”好胆！红军一声吼叫，只看到造化玉蝶瞬间压了下来。楚燕，既然你不愿退步，那么本座就把你抹杀。红军以天道法则抹杀我，瞬间就和天道庇护之力碰上，双方交织爆发出恐怖的气势。女娲、三清、西方接引准提，还有洪荒无尽大能，在这一瞬间口吐鲜血。楚燕，去死吧！忽然之间，只看到天道庇护之力强行被红军打破，刹那之间，我就感受到了那死亡的气息。想要我死，那就来吧！我洪荒人族不惧一切死亡。只见楚燕直接调动人族气运，利用手上对人族气运的掌控，显化一尊法身。什么？怎么是他？红军面色大变。我头顶上一尊气运显化出来的巨人虚影，正是自己在命运的长河看到的那尊巨人。原来如此，这居然是往后人族的意志。不行，楚燕此子必须要抹杀，否则洪荒危险。造化玉蝶直接压了下来，给我滚开！只看到我身上的虚影握紧拳头，狠狠地打向了造化玉蝶。我在赌，9天熙壤只剩一团，最多只能造出一个人。洪荒人族已经出世，天道已经感应，赌上这一把，凝聚10万先天人族之气，与红军鱼死网破。就赌红军不敢真的下死手，灭了所有人族。霎时间，整个人族同时一口鲜血吐出，我周身气势也是萎靡了下去。同样，造化玉蝶也被打了回去，红军也是一口吐鲜血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混账居然凝聚了整个10万先天人族的气运意志，来与本座对抗，这是要和本座玉石俱焚了。红军心中颤抖，再次感觉到自己小看了这个人族。利用造化玉蝶牵引天道之力，只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抹杀楚燕是没有问题的，否则红军也不会干脆出手。可是没想到这楚燕居然有能耐把整个先天人族聚成一起，只要红军杀我，那就是抹杀所有人族。一旦洪荒人族被杀，大势更改，不说天道崩溃，但是也绝对会出大乱子，而且还是承受不起的那种。楚燕，红军又是一口鲜血吐出，这就是毁掉人族天道保护的代价。无数大能看到这一幕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一个蝼蚁居然敢让道祖受伤，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品种？来啊，来杀我啊！我嘴角残留鲜血，整个人更加疯狂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天要灭我我屠天。洪荒人族的命运，人族自己说了算。来啊，有种就来杀了我！我疯狂大笑，虽然本身气势萎靡，可是那一股精神意志却是丝毫不减。楚燕，你混账，胆敢如此藐视老师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楚燕，你这个孽障，胆敢反抗天威，还不跪下认错！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和准提都在愤怒指责我，敢对红军出手，这天底下还有谁管得了他？必须要打压，为了他们的尊严，更是为了他们的成圣。我却是放声大笑，尔等虚伪的面庞，我大逆不道，我不遵天命，我是个孽障。说得好，但是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直接指向了太清，你就是太清，紫霄宫弟子之首是吧？我呸！你骂我是孽障，你真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太清被骂彻底激怒，但是却被我打断了话语，接着说道：看你平日里高高在上，你就真的以为你牛皮了是吧？你咋不敢跟通天干上一架？你咋不敢去单挑诛仙剑阵？你就是一个伪君子阴险小人！洪荒无尽大能彻底爆炸了，居然敢当众辱骂未来圣人之首！楚燕，你闭嘴！我闭你妹的嘴！咋地了？被人揭穿了老底坐不住了？来啊，有种一巴掌拍死老子！你敢吗？女娲成圣关你屁事！你在那里跳来跳去干什么？小丑啊！我直接怒对太清，直接让整个洪荒炸开了锅，搞得太清颜面尽失。骂得好！冥河老祖、巫族等等拍手叫好，声音传遍整个洪荒，被无尽生灵听得真真切切。这可是让太清脸色黑成了猪肝。楚燕，你混账！你敢说我大兄？看我不杀了你！元始跳了出来，但是我瞬间就把矛头指向了元始。还有你，老子还没说你呢，你居然跳了出来主动挨骂！好啊，老子成全你！
所有生灵看到这一幕，这楚燕是要把整个未来圣人骂一个遍的节奏。元始，你贵为盘古正宗，居然转头玄门仙道，你这是丢了盘古大神的脸。换作是我直接撒泡尿把自己淹死算了。这个混账居然如此羞辱自己，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啊！元始瞬间被气得上头，楚燕，你找死！盘古幡瞬间在手，但是我却是丝毫不怕。来啊，有种来杀了老子！你一个心胸狭隘、极其善妒的玩意儿，长得不咋地，想得到挺美的玩意儿，真以为你自己牛皮了？欺我太甚！楚燕，你闭嘴吧！你这个小心眼，身为通天哥哥，打又打不过通天，天赋又没通天高，心眼却比针还小。你这种存在，不配与我说话！一口鲜血吐出，元始瞬间倒退好几步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啊！又是一口鲜血吐出，元始当场被气得晕了过去。这可是让整个洪荒大跌眼镜，骂人都能够把未来圣人给骂得吐血晕过去。洪荒人族果然牛皮！楚燕，你住口！西方接引准提绷不住了，直接怒骂起来。然而我却是一句话直接对着他们无言以对：你们俩货闭嘴！老子不和无耻之徒说话！整个洪荒一个大踉跄，这西方二人还没有开骂呢，就被楚燕给对回去了。说得好！忽然一道声音传来，妖师鲲鹏发话了。虽然愤恨我，但是我这句话实在太对他胃口了。西方二货可不就是无耻之徒吗？骂得好！我冥河老祖作证，接引准提就是无耻之徒。刹那之间，洪荒不少的强者立刻站出来发话，气得接引准提差点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楚燕，你休得胡说！我们可是道祖弟子，更是未来圣人，你如此栽赃我等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接引准提气得三尸神跳。虽然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能说出来吗？是吗？我胡说？那好啊，本来不想和你多说，但是你们俩秃驴居然主动找骂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刹那之间，洪荒无尽大能激动起来了，又要吃瓜了。我双手叉腰，大声吼道：“你们两个无赖，强行夺走他人机缘，更是吃拿卡要坑蒙拐骗，见到什么宝贝都说与你有缘，你咋不跑去紫霄宫对着红军说紫霄宫与你有缘呢？”洪荒直接爆出一阵嘲笑，搞得接引准提脸色红的都要出血。只见我指着西方二人，十分愤怒地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！”这一下，整个洪荒彻底爆开了。楚燕，你休得胡说！我们最看重脸皮。没错，楚燕，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接引准提急了，我确实说道：“是吗？那你敢发下道是吗？如果我刚才所言属实，你们俩直接魂飞魄散，永远在洪荒除名。你们俩敢吗？”我去，又是一个逼着发道士。所有人都看向接引准提，眼神不言而喻。这可是把接引准提气得不得了，不敢发了是吧？但是老子敢！洪荒所有生灵听着，今日我楚燕在此立下道誓，他日西方接引准提胆敢陷害算计人族，我洪荒第一人楚燕必定踏平西方道场，毁掉西方道统，否则我神魂俱灭。一瞬间，这一股浪潮直接到达了顶端。住口！通天一声大吼，有些不悦地说道：“楚燕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虽然你说的都是实话，但是那可是老师的弟子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”整个洪荒生灵直接笑了。我看向了通天，也是丝毫没有给面子。通天，你少在这里说教，要不是看在你帮人族说了两句话，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本是盘古元神所化，承载开天功德，将来必定能有大作为，但是你居然转投玄门仙道，这是大不孝。三清之中，你资质最好，可是被人算计都看不明白，难怪日后你的道统被他们吃的。楚燕住口！忽然红军一声大吼，再也不能让我说下去了。刚才我看似怒骂通天，实则是在点醒通天，这还得了？造化玉蝶再次浮现，这一次红军真身降临了。楚燕，你太过了，别以为你集齐10万先天人族，本座就杀不了你。再问你一遍，赶紧跪下拜圣母，否则你必死。红军真的坐不住了，本以为想着让楚燕发泄一下之后再来谈判，可是这哪里是发泄，这是要泄露天机啊！刚才我点醒通天的那一瞬间，红军居然受到了天道的警告，也因为我的那一句话，红军隐隐看到了一些什么，可是总是模糊不定，但是心中已经确定，此子知晓太多，必须要死，是吗？你来杀我啊！我气势起来了，刚才怒骂未来圣人，实在是大为畅快，这一骂直接搅动了整个洪荒，就连巫族都听得真真切切，拍手叫好，12个祖巫更是直接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只见天空之上，天道法则快速集结。楚燕，真以为本座杀不了你吗？方才本座甘愿承受反噬的一击，已经抹掉你这洪荒人族的天道庇护之力。红军此话一出，整个洪荒面色大变，糟了，难不成洪荒人族真的完了？道祖居然抹掉了人族的天道庇护之力，人族岂不是死定了？一个个面色担忧起来。我感受一番之后也是一愣，果然啊，天道的庇护之力被红军强行破除，难怪刚才口吐鲜血。这该死的红军真是太狠了！人族出生的确自带天道之力庇护，如果不出我这一茬，天道之力无人撼动。但是出现了变数，天道也不愿庇护人族，红军拼着反噬破了人族身上的天道之力，以此欲要磨灭我。因此天道并没有给红军降下其他惩罚。楚燕，感受到了吧？本座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拜女娲为圣母，你同样可为本座第7名弟子，日后可为人族圣人，否则本座只能把你抹杀。只见天空之上瞬间出现了变化，一边是功德惊云照耀，另一边却是天罚之眼睁开，整个半边天都是浓浓的灭世神雷的气息。天罚之眼都出现了，完了，楚燕这一下死定了。天罚之眼灭世神雷，楚燕应该会选择成为道祖弟子吧？毕竟他可为人族圣人，日后也能庇护人族。无数生灵担忧，太清元始、西方接引准提，还有女娲，此时此刻都是冷冷笑着。楚燕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还不拜见圣母？
楚燕，这就是忤逆上天的结果，最终也只会被灭世神雷毁灭，魂飞魄散。楚燕，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？红军声音响彻洪荒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红军绝对有能耐杀了自己，但是自己一点都不怕。我还真不跪。怎么？莫不成你能强迫我？那你来试试。冥顽不灵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今日你跪也得跪，不跪也得跪。红军话音落下，直接一把抓住功德金玉，强行要灌注到洪荒人族之中。区天道功德，我人族实在看不上眼。给我破！我可是知道，这天道功德可不能收，一旦收了，那就欠下了天道的因果。到时候不管人族如何变化，都无法斩断这一个因果。到时候人族依旧会被牵连，甚至被算计回来。除非抹杀天道。一怒之下，人族意志瞬间爆出，一拳打散天道功德，瞬间就让洪荒无尽大能面色大变。这可是天道功德啊！楚燕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可惜，实在可惜啊！这一幕看得不少人惋惜。如果我接受了这些功德，直接成就人族圣人都可以，但是我没有要，眼前的蝇头小利算什么？我要的是未来更多的利益。楚燕，你放肆！红军肺都气炸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放肆了。你奈我何？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，都已经撕破脸了，我也不会给红军面子。红军也感觉到了，我必定是看破了自己的算计，于是不再抱有希望了，直接下死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死吧！灭世神雷咆哮起来了。在这一刻，洪荒无尽大能都被吓得赶忙后退，看而我却是哈哈大笑。来吧，来得更猛烈吧！红军，你真以为灭世神雷降下就真的可以抹杀我？你太天真了。楚燕，冥顽不灵，本座现在就让你魂飞魄散。随着灭世神雷落下，洪荒无数生灵都为我感觉到了惋惜。太清、通天、女娲皆饮准提，此时此刻笑得开心。楚燕，这就是忤逆我们的代价，是你害了整个人族，你才是人族的罪魁祸首。灭世神雷落下，毁天灭地的气势瞬间爆发。楚燕，去死吧！眼看我即将陨落，忽然却看到我对着某一个方向跪了下来。什么？楚燕这是要干什么？无数大能被我这奇怪的一幕给愣住。之前天不怕地不怕的我，怎么此时此刻跪下了？红军也是一愣，难不成楚燕想通了？然而下一瞬间，红军却是感觉到心跳加速，一道不好的感觉袭来。盘古大神在上，承蒙盘古大神开天辟地，造就这璀璨洪荒，无尽生灵无一不对盘古大神感恩戴德。今日人族有难，还望盘古大神出手相救，庇护我人族不遭欺凌。我楚燕，洪荒人族第一人，秉承盘古大神恩惠，在此立誓，日后人族必定百倍奉还。此话一出，洪荒无尽大能瞬间震动，他居然请盘古大神。红军也是瞬间心惊肉跳，只见我对着不周山跪拜，还望盘古大神救我们人族，人族永生永世必定不忘盘古大恩，这是我最后的王牌。忽然之间雷霆作响，无尽生灵面色大变，这怎么可能？楚燕居然跪拜盘古大神！祖屋神殿，12祖屋却是猛然站了起来，全部看向了不周山。不周山上一阵阵恐怖的气息开始回荡，这怎么可能？楚燕真的请出了盘古大神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就是楚燕的底细？为什么盘古大神会帮人族？洪荒无尽大能被这恐怖的威压压得匍匐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太清、元始等人全部恶狠狠地看向了女娲，12祖屋也是愣住了。父神，真的是父神的气息，人族居然请动了父神。如此，那么这人族我们巫族定当帮助一二。不周山盘古的气息彻底爆发了，一瞬间直接笼罩整个洪荒，恐怖的力量法则在这一瞬间爆发开来。红军当场口吐鲜血，瞬间跪了下来。通天、元始、太清、女娲皆因准提早已经被压得跌落在地，爬不起来。拜见盘古大神。红军脸色惊恐，拜见父神。三清此时此刻也是泣不成声，特别是通天，此时此刻很是后悔。他们从盘古的气息之中感受到了愤怒，混沌深处，那些魔神也是猛然惊醒，随后便是眼神恐惧。这不可能，居然是盘古的气息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一瞬之间，天罚之眼直接被崩溃。不好！红军面色大变，瞬间造化玉蝶爆发出恐怖光芒。盘古，你已经陨落，为何还要干涉洪荒？一声大吼。然而回应的却是盘古恐怖的意志。红军一口鲜血吐出，只看到天罚之眼被打出裂痕，一滴金色的血液流了出来，整个天空都被盘古的意志笼罩。隐隐的可以看到不周山之上，一尊擎天巨人虚影浮现，两只眼睛化作两道激光扫射而过，直奔我而来。只看到那一道虚影举起手中的斧头，欲要斩断人族因果。不好，尔等还不快出手镇压盘古，否则尔等必定身死道消！红军一声大吼，瞬间化作本体，恐怖的混沌魔神之躯爆发着恐怖的威能。这一吼声直达混沌之中，混沌魔神杨柳等等瞬间听得真切。只见混沌深处，一株巨大的柳树显化真身，无尽柳枝蔓延而来。当初混沌之中残存的魔神不少，当初和魔祖罗侯大战被红军坑了2个之外，还有一些依旧健在。然此时此刻不得不再次出手。盘古道友，既然陨落，何须再做挣扎？刹那之间，数道混沌魔神降临洪荒，红军手持造化玉蝶，释放无尽威能。只见舟山上，一尊巨大的大汉虚影仰天咆哮，随后整个洪荒开始颤抖。红军显化的混沌魔神真身联手其他几个混沌魔神和盘古对上，结果仅仅只是一个碰面，就让红军等吃了亏。该死！这盘古已经陨落，居然还能如此强横！各位道友不要藏着了，镇压盘古，否则洪荒破碎，尔等绝无生还可能。如此恐怖的阵势，天道已经插不上手。
战斗快速扩大，眼看洪荒即将崩溃，红军急忙抛出手中造化玉蝶遮住洪荒，同时一尊恐怖的柳树浮现在天空之上，柳树之大，大过洪荒，还有其他的魔神全部显化本体，欲要镇压盘古意志。我看到这一幕，顿时眼睛一亮，机会来了！我立刻转身，对着身后的10万先天人族大声吼道：“我楚燕，洪荒先天人族第一人，今日昭告洪荒无尽生灵，今日我楚燕欲要斩断人族与女娲羁绊，人族一切由我挑起。”人族！忽然之间，一道紫霄神雷打了过来，瞬间打得我口吐鲜血。与此同时，红军大声吼道：“如今天道不显，天威不在，盘古已被我等拖住，洪荒人族已无庇护，此时不杀楚燕，更待何时？”声音瞬间响彻在众弟子脑海之中。楚燕，拿命来！首先暴动的就是女娲，我断她成圣机缘，此乃大仇。不好，该死！忘了这一茬，我面色大变。本以为请出盘古便可高枕无忧，现在看来自己还是算漏了。毕竟盘古只是一道意志，而红军他们可都还活着，这可咋整？难道洪荒人族真的无法改变吗？眼看女娲的攻击已经落了下来，拼了！念头一动，我瞬间集齐10万先天人族气运意志，显化一尊擎天巨人虚影来战。我以10万先天人族一切抵挡女娲，瞬息之间双方两败俱伤，这怎么可能？凡人之躯居然打得女娲师妹防不胜防，怎么会这样？无尽大能震惊，这他妈还是蝼蚁！当我傻子呢？各位师兄弟助我一臂之力，灭杀楚燕，人族气运尔等共享。关键时刻女娲豁出去了，虽然往后少了点，但是比没有好。此话一出，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等等立刻两眼放光。女娲师妹，我来助你！只见先天至宝太极图铺设开来，瞬间罩住10万先天人族，强行压制人族气运。然而却是面色一变，好胆！气运虽然不强，但不曾想居然如此厚重，给我震！话音落下，先天至宝太极图金光闪动，当场就让我憋得慌。忽然又是一道光华爆发开来，盘古幡爆发了。我元始以盘古幡镇压楚燕，镇压人族意志。只看到盘古幡死死地压在擎天巨人的头上，我一口鲜血吐出，遭受到了重创，还不等反应过来，接引准提也出手了。师兄，如此机会难得，你我联手，斩断楚燕和人族的一切牵绊，好让女娲师妹灭杀楚燕。七宝妙术，功德金莲同时爆发。女娲师妹，我等已经强行切断楚燕与人族的牵连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东海之滨，海浪泛起亿万公里，10万先天人族被死死地压在了地上。不周山上，盘古意志全力和混沌魔神较量，造化玉蝶更是爆发出璀璨光华，死死压住盘古意志。无尽的力量法则疯狂爆发，隐隐的有冲破囚笼的感觉。红军面色大变，立刻大声吼道：“女娲，还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”盘古意志本座压不了多久，快！一声吼叫，女娲反应过来，立刻拿出红绣球直奔我而去。楚燕，人族为我所造，你居然胆大包天，不尊我为圣母，今日我就灭了你，去死！红绣球顿时化作一枚炮弹，快速袭来。无尽大能看到这一幕，忽然感觉到心酸，难道就这么完了吗？楚燕果然终究是敌不过啊！一击之下，我瞬间被打飞了出去，一口鲜血吐出，哐当一声跌倒在地。也幸亏这是9天夕阳所化，否则早就被摔死了。楚燕，受死吧！看着女娲第2道攻击已经打来，我很不甘心，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？我不甘心！一声咆哮，我彻底爆发。谁说蝼蚁不可撼动苍天？谁说天命不可违？今日我楚燕就要和这天道斗上一斗，就算我楚燕生死道消，我也会给你们造就无尽麻烦。所有人族听着，我以洪荒先天第一人楚燕在此昭告洪荒，在此唤醒人族。人族自强自立，不尊天地。一口心头血吐出，我瞬间抓在手里，随后大声吼道：“我楚燕在此立下血誓，若生，我当为人族之师，教化人族，必定带领人族排除万难，奋发图强，为人族崛起之路扫平四夷。我若死，必当化身人族之魂，护佑人族万事太平，天地人鬼神共鉴之。”血誓立，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感应，只见这一滴心头血瞬间化作一道纹路符咒，飞进整个人族之中。不好，快打断！这楚燕是要利用血誓烙印人族灵魂，到时候人族不灭，楚燕永存。瞬间无尽大能震撼，这楚燕这是要摆明了给未来6圣挖坑。该死的楚燕，死到临头还不死心，居然还要制造麻烦，去死吧！女娲攻击落下的一瞬间，忽然我身上冲出了一头金龙，瞬间打得女娲倒飞回去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无尽大能震撼，只看到这一条金龙盘旋在我头顶，恐怖威能四散，瞬间粉碎太极图和盘古幡的镇压之力。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，还有女娲同时一口鲜血吐出。该死！这到底是什么？远在不周山镇压盘古意志的红军也是面色大变，不好，这是人道金龙，地道尚未出世，人道为何会提前觉醒？红军面色大变，这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掌控。不对，人道并未觉醒，只是楚燕血誓强行唤醒人道。只见人道金龙此时此刻虚影变得暗淡许多，但是红军依旧是面色大变。人道金龙居然庇护楚燕，那岂不是说人道已经选择了楚燕？只要我不死，必定是未来人族人道之祖，到时候地位和他这个天道之祖持平，这就更加坚定了红军灭杀我的决心。不行，楚燕一定要死！他立刻传音，此乃人道金龙投影，如今被楚燕强行唤醒，快打散，否则尔等谋划一切成空。听到此话，女娲等人瞬间明悟，太清师兄、元始师兄，快联手镇压人道金龙！太极图再次爆发开来，
直接笼罩人道金龙虚影。盘古幡更是化作无尽利剑斩断人道金龙连接。通天，你还在作甚？还不出手斩断楚燕与人族的牵连？太清和元始大声吼叫，然而通天依旧无动于衷，只是紧闭双眼，仿佛在思考什么。岂有此理！通天，你给我等着！太清气得直咬牙，最后看向了女娲师妹，只能看你了。好，今日楚燕必死。他单手一招，山河设计图出现了。楚燕，去死！女娲攻击随身而来，瞬间直达我面门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12道巨大的身形从天而降，就仿佛12颗炮弹快速砸了下来，瞬间荡平东海之滨无数大山。尔等太甚，父神庇护之人，尔等也敢杀？找死！12尊祖巫现身了。什么？巫族出现了？该死！巫族怎么会庇护人族？女娲、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等等都是面色大变，这下麻烦了，给我滚！一拳打出，恐怖的力量在这一瞬间爆发开来，巫族那恐怖的拳头瞬间撕碎女娲的攻击，女娲瞬间一口鲜血吐出，随后只感觉到自身被无尽业力缠绕，气得女娲又急又哭。今天本来是成圣之日，结果倒好，不但没有成圣，反而挨了雷劈。不但如此，居然被人族倒反天罡不说，如今更是被巫族打得口吐鲜血，更是业力缠身。人族有我巫族庇护，谁赞成谁反对？巫族12祖巫化作12道天柱，藐视洪荒无尽大能。我看到祖巫风采之后，也是大为吃惊，这就是洪荒12祖巫。虽然长相各异，但是这气势如山岳，果然磅礴无比。我心中瞬间有底了，祖巫现身，谁敢招惹？刹那之间，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，还有女娲全部暴退，谁都不想招惹巫族。巫族承载盘古开天功德，更是盘古后裔，谁敢招惹谁死定了。只见巫族的气运瞬间暴涨，无数大能看得目瞪口呆，怎么会这样？巫族气运居然涨了，出手帮助人族，巫族居然气运提升，妖族对付人族，气运直接下降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种族？刹那之间，不少强者全部盯上了人族，女娲更是着了魔，如此种族必须抓在手中。太清也是露出了贪婪的目光，更别提接引准提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人族恐怕不简单，所有人也是瞬间明悟，难怪人族出生的时候会有天道庇护，原来这人族果然不简单，只有10万先天人族，但是气运已经如此恐怖，倘若一旦繁衍开来，这洪荒人族那还得了？所有的强者都明白了，为什么红军要算计人族，为什么女娲必须要得到人族跪拜圣母才能成圣，实在是这人族潜能太过恐怖。所有人都明白了，一旦女娲成圣，只要女娲不作死，那么必定是能够安然无恙。特别是红军，当看到了巫族气运提升的那一瞬间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全乱套了。人族居然与巫族联手，辛苦布局全部被毁了。红军怒气滔天，但是实在腾不出手。不行，今日女娲必须成圣，唯有如此，妖族气运才能持平巫族。巫族竟然敢大言不惭！忽然一道声音响彻开来，随后只听得一道钟声敲响，瞬间震得整个洪荒所有生灵心惊胆战，更有不少弱小蝼蚁当场就被这道钟声直接抹杀。东皇太一和帝俊出场了，两头3足金乌遮天蔽日，恐怖的太阳真火烘烤着洪荒大地，身后更是跟着妖族天庭10大妖帅，还有无数妖族强者。尔等巫族胆敢打我妖族，给我杀！只见无数妖族快速布满整个天空，其位置隐隐和周天365颗星辰遥相呼应。周天星斗大阵立，妖族的镇宅之宝出现了。东皇太一和帝俊坐镇2大阵眼，周天星斗大阵已立，本地要一举荡平巫族。妖族儿郎，给我杀！东皇钟敲响，无数星辰之力爆发，直奔12祖巫而去。好大的胃口，居然妄想一举吞掉我巫族，实在是痴心妄想，披毛戴甲，师生卵化之辈，也敢叫嚣我盘古正宗，尔等找死！无尽煞气瞬间爆发，12祖巫浑身上下变得凶神恶煞，煞气冲天，都天神煞，12祖巫也跟着放王炸，12都天神煞大阵瞬间启动。忽然之间，只感觉到四面八方出现了12根擎天巨柱，杀气冲天，瞬间弥漫整个洪荒，就连天空都变成了血色。妖族也不甘示弱，满天星斗爆发出璀璨的光华，两族同时怒吼，巫妖大战再次爆发。刹那之间，洪荒大地血流成河。太清等人见状，立刻说道：“如今巫族被妖族拖住，无暇顾及人族，此时正是机会。”女娲等人也是反应过来了，立刻说道：“好，机会难得，还望诸位师兄一同出手，直接让楚燕瞬间毙命。”说着，各自法宝疯狂爆发。12祖巫见状也是气得直咬牙，这该死的混账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谁都别想好过。各位兄弟姐妹，父神意志已经苏醒，赶紧凝练盘古真身，好让父神意志降临，彻底粉碎这些杂毛。刹那之间，周天星斗大阵之内，12祖巫连成一体，隐隐的一尊壮汉凭空出现。一声咆哮，一个更加高大的擎天巨人出现，活灵活现，盘古真身，恐怖气势爆发，瞬间就让妖族感觉到胸口压抑的慌。不好！周天星斗大阵之中，帝俊和东皇太一脸色大变，快，立刻锁死周天星斗大阵！如今盘古意志已经苏醒，一旦让他感知盘古真身，我等必死无疑。所有妖族全部燃烧精血，顿时整个周天星斗化作一道光幕，牢不可破。妖族好算计，想要阻拦我等与父神意志相连，绝无可能。只听得祖巫帝将大声吼道：“快，集结全部力量，打破周天星斗，让父神感应真身，成就真正盘古，一举灭掉妖族！”只见盘古真身一声咆哮，恐怖的力量彻底爆发，一斧头劈了过来，欲要粉碎周天星斗。
顿时地动山摇，当场打得无尽妖族口吐鲜血，更有不少妖族当场爆体而亡。女娲等人看到这一幕之后更是傻眼，该死，巫族气运太强，妖族不是对手，若是继续下去，妖族必败。没错，一旦巫族胜，我等一切谋划都将成空。12组巫要强行打破周天星斗，连接父神意志，周天星斗也是有些动摇。女娲等再也坐不住了，快，机会不多，立刻抹杀楚焰，只要楚焰一灭，巫族气运下降，此战巫族必败。太极图、盘古幡、七宝妙术、功德金莲等等法宝，在这一刻全部齐出，直奔洪荒人族而去。楚焰，你死定了！一瞬之间，直接粉碎人族意志，所有人族鲜血全部吐出，被这一击打得东倒西歪。然而女娲攻势不减，直接燃烧法力，瞬间突破已经淡淡无光的气运金龙，一声惨叫，金龙被打散，重归沉睡。女娲也被反噬，但是并未停手，这毕竟是自己唯一的希望。楚焰，去死吧！在这一瞬，女娲不顾一切赌上了所有，只要杀了楚焰，只要自己成圣，那么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将值得。眼看着女娲已经杀到身前，我只感觉到浑身上下动弹不得，难道我真的就这么死了吗？果然人算不如天算，头顶太极图镇住了自己所有，让自己浑身无法动弹。盘古幡更是斩断了自己与人族的连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娲抹杀自己。女娲直接打在了我身上，然而预想的结果并未袭来，反而是感觉到了一道道恐怖的杀法之气快速袭来。黑夜之中，忽然4把大剑化作擎天巨剑，释放无尽杀戮气息。诛仙剑阵，非铜非铁亦非钢，曾在须弥山下藏，不用阴阳颠倒炼，岂无水火淬锋芒。诛仙利禄仙王，现仙到处起红光，绝仙变化妙无穷，大罗神仙血染长，隐隐之中仿佛歌谣响起。我抬头看去，4把擎天巨剑定住四方，在这周天星斗大阵之中单独隔绝一方空间，这就是诛仙剑阵。果然恐怖，这无尽杀气不愧是诛仙剑阵，只可惜少了阵图。女娲、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也是面色大变。诛仙剑阵，通天，你在作甚？只见无尽杀气之中，一道身影缓缓走来，不是通天还能是谁？通天，你疯了，居然阻拦！你这是要断了女娲成圣之路，更是要与道祖为敌，你这是忤逆上天！太清、女娲、元始等等气得3尸神跳，眼看我就要被杀，关键时刻通天居然出手阻拦。诛仙剑阵起，霎时之间，其他未来5圣以及洪荒人族全部都被困诛仙剑阵之中。通天，你给我住手！我可是你大兄，你要杀我！通天，你这混账，目无尊长还不退走！太清、元始更是愤怒，我们可是3清啊，你居然向着一个人族，岂有此理！只见通天双眼缓缓抬起，人族既然已经出现，必定有存在的道理，万事万物都有一线生机，尔等强行抹杀人族，实在太过了。太清等人心中大骇，通天这是铁了心要帮助人族啊！他们心中都明白，通天战力恐怖无边，圣人之下第一人，特别是诛仙4剑，直接造就通天极限一挑4。通天，你糊涂啊！老师有令，楚焰必死，否则洪荒灾祸不断，你这是倒行逆施。然而通天却是摇了摇头，倒行逆施，我不过是遵从本心罢了。只见4剑光芒大作，杀戮之气彻底爆发开来。人族，今日我通天宝了，尔等谁不服？尽管一战，战斗意志瞬间爆发。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，还有女娲，一个个都要发疯了。我也是大骇，看着通天那清澈的眼神，回想之前通天的话语，难道通天教主已经提前领悟到了自己的教育？截教，天地万物都有一线生机，截教就是为了截取那一线生机。没想到因为自己这个艺术，居然让通天提前领悟。此刻，红军手持造化玉蝶和混沌魔神联手镇压盘古意志，巫族全力对抗洪荒妖族。周天星斗大阵之下，又是诛仙剑阵，可以说这一场战斗已经升级，未来圣人已经参战。红军看到这一幕之后直接傻眼，这该死的通天居然忤逆自己，瞬间恨意冲天，人族楚焰必死，尔等务必击杀楚焰，不得有误。红军传音只能依靠门下弟子，太清等人见状也是没有退路。通天，为兄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与我和元始为敌？通天面色不改，废话少说，要么退，要么打。这话气得太清双眼怒红，好得很。既然如此，我们3清情谊到此为止。这话一出，我也是诧异。3清提前分家，太清向了元始、接引和准提说道：“我等4个出手拖住诛仙剑阵，女娲师妹击杀楚焰交给你了。人族楚焰必死，否则他们未来5圣绝对讨不到一丁点便宜。一旦通天庇护了人族，那么通天气运将会直接暴涨。之前的巫族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以先天至宝太极图挡住诛仙剑，太清手中太极图化作阴阳鱼，直奔诛仙而去。我以先天至宝盘古幡定住戮仙剑，盘古幡气势暴涨，直奔戮仙剑而去。接引准提此时此刻知晓，不是藏拙的时候。师兄，绝仙剑交给我。好，现仙剑交给我。七宝妙术、功德金莲等等各种法宝齐出，来得好，就让尔等好好尝尝诛仙剑阵的厉害。无尽剑芒爆发，无穷尽的杀戮之气爆发开来。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却是面色大变。好强的诛仙剑阵，这要是通天成圣，那还得了？接引准提悄然说道：“师兄，这诛仙剑阵实属厉害，与我西方有缘。不如诛仙剑阵杀戮太强，我西方无法驾驭。”只见一道杀戮剑芒袭来，准提被创。通天，你欺人太甚！通天一人之力拖住未来4圣，直接震撼无尽洪荒大脑。
这就是道祖门徒的战斗吗？虽然他们同为准圣，可是这战斗场面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女娲师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楚燕啊！我等坚持不了多久。女娲也是反应过来，再次杀向我。楚燕，如今没人护着你，拿命来！女娲化作一道红芒，直奔我而去。女娲，你敢！通天愤怒，祭出清平剑，直奔女娲而去，同时看向我传音道：楚燕，通天能力有限，只能为你争取这一丝生机，剩下的就要看你造化了。只见女娲红绣球瞬间挡住清平剑，山河设计图直接压着楚燕而来。楚燕，去死吧！整个东海之滨震动。女娲，你真以为你吃定我了？没有了2大先天至宝助阵，我看你如何杀我！只见女娲攻击的爆炸之中，一道巨人冲天而起，一掌直接拍向了女娲。什么？10万先天人族恐怖意志，加持人族气运化作金色巨人，一巴掌直接拍飞山河设计图。女娲，来战！这一刻，我的愤怒达到了极限，金色巨人再次膨胀，虽然不及巫族10万8千里的祖巫真身，但是也是高达1000丈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为何能够如此得心应手的调用人族气运？我心中一愣，难不成是刚才那道气运金龙的缘故？但是已经来不及多想，女娲再次杀来，还敢来！既然如此，今日我就斩断人族与你的一切羁绊，让你无法成圣。失去了2大先天至宝的镇压，我感觉到自己仿佛法力无边。金色巨人浑身上下爆发着恐怖的光芒，瞬间照亮整个东海之滨。怎么会这样？6大未来圣人面色大变，楚燕为何忽然变得如此强悍？远在不周山战斗的红军也是暗道不好，该死！人道金龙果然选择了楚燕，否则楚燕又岂能如此随意的调动整个人族气运？该死！真是该死啊！红军气得都要吐血。楚燕已经得势，如果任由楚燕成长，那么往后洪荒任何生灵都将无法算计人族气运半分。一瞬之间，红军眼神之中杀气暴涨，楚燕必须要死。同样，正在操控周天的星斗大阵的帝俊和东皇太一也是脸色巨变。怎么回事？周天星斗大阵被削弱了。兄长快看，是楚燕，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帝俊和东皇太一脸色大变，只见我头顶的巨人散发出来的金色光芒直接压制了周天星斗。该死，这居然是人族气运，这他妈到底有多恐怖的气运，才敢如此挥霍啊！帝俊气得都快要吐血了，欺我太甚，欺我太甚啊！人族气运爆发削弱了周天星斗，这还怎么打？忽然，周天星斗大阵一阵摇晃，帝俊和东皇太一面色大变，不好，人族气运削我妖族，巫族气运变强，战斗力飙升，周天星斗大阵挡不住了。什么？东皇太一面色一变，只看到盘古真身全力打了过来，周天星斗大阵要破了，一把抛出东皇钟，定，东皇钟敲响。同一时间，盘古真身也是打在了周天星斗上面，恐怖一击，周天星斗大阵摇晃不止，无数妖族直接爆体而亡，整个洪荒都在颤抖，无尽生灵都站立不稳，无数山川被毁，江河翻江倒海，浪潮席卷大地，不知道多少种族生灵被埋葬，不知道多少冤魂在这洪荒之上飘荡，让整个洪荒变成地狱。忽然一道细小的破碎声音响起，帝俊和东皇太一同时口吐鲜血，不好，大阵要破！只见帝俊和东皇太一疯狂燃烧精血，用以稳固周天星斗。12祖巫见状立刻大喜，周天星斗已经出现裂纹，再来一击周天星斗必破，到时候父神意志降临，区区妖族随手可灭，全力一击周天星斗大阵。不单单那是人族的成败，也是巫族的成败，更是关乎着盘古能否逃出混沌魔神等镇压。周天星斗摇晃不止，裂纹越来越多，帝俊和太一豁出一切稳固大阵，快降下星辰之力，帮助抹杀楚燕。这个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只要楚燕被杀，一切都会好转。诛仙剑阵之中，我全力对抗女娲，人族意志彻底爆发，无尽气运滚滚而来，我的法身再次变大。女娲来战！一声咆哮响彻整个洪荒，我的战斗意志彻底爆发了。这可是气得女娲吐血3声，他们自己可是未来圣人，居然只是和一个蝼蚁打得难分难舍，实在是丢脸至极。通天这边极限一挑4，但是依旧有些弱，自己并非圣人。反观元始和太清，手持先天至宝，再加上接引准提的功德至宝，可以说通天现在也不好受。只希望巫族尽快打破周天星斗。虽然我才是这一次混战的核心，但是现在的关键却是巫族和妖族之间的战斗。不周山上，盘古意志以不周山为依托，手中开天斧魂和红军等魔神疯狂较量。只看到不周山四周，无尽山河被夷为平地，居住在不周山的无数生灵，早已经被这恐怖的威压压成虚无。红军一边战斗，一边观察洪荒，心急如焚。区区一个盘古的残缺意志，居然还能如此恐怖，难道大事真的要被改变了吗？红军此时此刻已经有心无力了。盘古虽死，但是意志长存，不周山不倒，盘古不灭，罢了，只能先把不周山毁掉一部分再说，否则盘古意志太强，一旦周天星斗被打破，盘古意志融入盘古真身，这一战就彻底完了。话音落下，红军直接一掌拍出，直奔不周山而去。盘古意志岂能不知红军所想，立刻阻拦，但是却晚了一步。其他几个混沌魔神立刻阻拦，只见不周山一只苍穹大手瞬间抓走一大块山体，原本气势磅礴的不周山顿时淹了一些。红军也是被强迫接下了盘古的因果，立刻大声吼道：各位道友，快镇压盘古！混沌魔神燃烧精血元神，法力瞬间暴涨，
同一时间，巫族这边12祖巫也是猛吐鲜血，不周山被损坏一部分，12祖巫的气运也被打掉了一部分。该死！气得12祖巫破口大骂：“各位兄弟，拼了！是死是活就看这一击！”燃烧祖巫精血，强行破开周天星斗。只见盘古真身之上出现了黑煞火焰，盘古真身仰天咆哮一声，恐怖煞气瞬间充满周天星斗，给我破！疯狂燃烧！只见盘古真身仿佛活了，一斧头狠狠地劈了下来。周天星斗大阵被这一斧头瞬间劈开，东海之滨原地爆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，随后一道恐怖浪潮席卷四方。只见东海泛起亿万里海啸，直奔海洋深处，无尽海洋生灵被屠，更是把整个洪荒震得差点破裂，无尽山川被毁，地面被硬生生的刮去一层，整个东海之滨再也没有其他的生灵存活。忽然诛仙剑阵爆开，内外夹击之下，终究是没有抗住周天星斗爆炸，通天一口鲜血吐出，整个人萎靡了不少。太清、元始皆引准提未来4圣，也是浑身上下惨目人睹，恐怖的气浪瞬间摧毁人族意志精神，10万先天人族口吐鲜血，人族气运被消耗一大半，女娲更是打得差点桑花散去，就连那无数妖族也是被这一道恐怖的爆炸直接泯灭。东皇太一和帝俊也是伤筋动骨，若非妖族气运护体，恐怕早已死亡。稳住！忽然一声咆哮响起，引得无数大能震惊。那是只见东海之滨一道残缺的巨人尽可能的稳住身形，那是盘古真身。天啊！周天星斗爆炸，盘古真身居然没有倒塌，这下完了！盘古真身稳住了，可是12祖巫却是付出了太多，浑身精血燃烧一大半不说，就连巫族气运也是被消耗一大半，连带着人族气运被消耗不少。一瞬之间，不等所有生灵反应过来，不周山上一道恐怖的气势彻底爆发。不，红军放声大吼，脸色惊恐，只见煞气冲天，祖巫精血的气息让盘古意志感受到，瞬间只看到不周山燃起了滔天烈火。盘古燃烧自身意志，瞬间粉碎红军和其他混沌魔神的封锁，强行降临祖巫真身。红军撕心裂肺的吼叫，灭世神雷也在这一刻出现，整个洪荒天空全部化作黑暗。然而隐隐之中，却看到了一尊独臂大汉顶天立地，单手握着一把开天神斧，一双眼眸缓缓睁开，刹那之间，这双眼眸化作无尽金光，看透一切虚妄。父神三清这一瞬间全部跪了下来，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盘古的一声愤怒的冷哼。三清瞬间口吐鲜血，不等红军反应过来，盘古眼神已经看尽了命运长河，瞬间就看到了洪荒走向，看到了巫族的下场，一怒之下直接搅动命运长河。红军大骇，盘古这是要强行修改洪荒命运，这还得了？盘古住手！红军也豁出去了，祭献自己的法力和精血，燃烧自身元神，造化玉蝶爆发恐怖光芒，阵阵道运铺天盖地，直接包裹整个洪荒。各位道友，助我一臂之力！一声怒吼之后，随后红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冲进了命运长河。其他混沌魔神此时此刻也是豁出去一切，只见洪荒之外的四面八方那无尽混沌瞬间爆炸开来，混沌浪潮泛起亿万万公里之遥，在这命运长河之中爆发惊天大战，瞬间整个洪荒不断颤抖，阵阵大道纹闪现，刹那之间巫族气运再次下降，就连盘古的肉身也是再次破败不堪。盘古住手！你已经陨落，为何还要出现？洪荒由你开辟，难道你要毁了这洪荒吗？红军不停地喝止，看看你的巫族后裔，你若继续加持盘古真身，12祖巫必定会因你彻底灭亡。还有人族已经和巫族气运相连，你真的要玉石俱焚吗？仿佛听到了红军的话，盘古看向了我，黑暗之中，两道金光直奔我而来，在这一瞬间，两对目光相接，在这一瞬间，盘古看到了我前世今生，同样，我仿佛看到了盘古的一生，更是看到了方才命运长河的变化。忽然一声叹息从盘古口中响起，一声惆怅的叹息之后，只见盘古真身缓缓拔高，和不周山持平，眼神也是看向了红军。红军瞬间明白，今日要是不给个过得去的说法，恐怕盘古真的要玉石俱焚。盘古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楚燕可为人族之师，今日过后各凭手段，你不得干涉，否则我红军宁愿玉石俱焚。声音穿透整个洪荒，无尽大能听到这话也是傻了，难道楚燕真的为人族打出了一条生机？通天也是安心一笑，自己的道义果然没错。可是女娲着急了，老师住口！红军气得不得了，恨不得一眼瞪死女娲。你看看你造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强行压下怒气，红军接着说道：女娲毕竟为洪荒添加一族，成圣已经成为定局。盘古，本座已经后退一步，你可不要一再相逼。双方对峙片刻，盘古意志缓缓消散，但是依旧转头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包含了太多。盘古真身开始瓦解，12道身影跌落在地，盘古真身散去，12祖巫现身了。然而此时此刻，12祖巫却是苍老无比，只看到不周山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大气磅礴，然而却因红军抓走一大块，更因为盘古意志的燃烧消耗，不周山的威压减少了许多。然而即便是如此，依旧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可以随便上去的。混沌魔神也是散去，红军恢复道祖模样，脸色惨白，气息不稳，但是依旧坚持着，单手一挥，洪荒大地再次被光芒笼罩，眼神愤怒地看向我。再看巫族，12祖巫亏空太多，恐怕需要时间调养，短时间之内翻不起浪花了。再看天庭妖族，10大妖帅直接昏迷，无数大妖爆体而亡。东皇太一和帝俊此时此刻苍老太多，整个妖族气运直接跌落到了谷底。再看洪荒人族，一个个无精打采，恐怖的气运也是拦腰斩断。可是让人大吃一惊的是，人族气运居然又开始缓缓的增长，气得妖族都要吐血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种族？红军上前一步，天地金光乱坠，此战
洪荒损失惨重，万年之内巫妖不得发生大战。洪荒被这一战打得千疮百孔，命运长河更是被盘古搅乱，天道需要一定时间重新修复，而且妖族气运见底，若是再战，妖族必败无疑。如此与天道算计背道而驰，女娲造人有功于洪荒，女娲可为圣人。话音落下，瞬间剩下的一半功德直接被红军强行灌注到女娲身体之中。红军趁着此时此刻命运混乱，天道尚未捋清之时，提前安置所有变数。如此，等到天道理清洪荒命运长河之后，这一切的意外因素都将成为定数。就算是我这个艺术，只要被红军安排，最后都将成为定数，无法改变。只见天地金光乱坠，莲花盛开，无数仙乐响起，龙飞凤舞，麒麟祥瑞，天空之上下起金色功德，滋润万物。女娲周身气势瞬间拔高，直接打破准圣极限，一步跨入圣人阶段，元神直接寄托于天道之中。恭喜女娲师妹成圣，太清、元始、接引准提全部道合。恭喜女娲师妹成圣，通天也是道合。然而迎来的却是女娲的一声冷哼，拜见妖族妖圣。帝俊和东皇太一赶忙跪地，女娲乃是妖族，一旦女娲成圣，那么妖族就有圣人庇护。果然，只见原本已经气运见底的妖族，瞬间爆发出无尽光芒，妖族气运提升了，这让洪荒无尽大能震撼无比。妖族气运提升，居然直接超过了巫族，而且有圣人镇压气运，妖族这一把反而赚了。这一幕看得巫族怒气冲天，拜见圣人。洪荒无尽生灵全部跪拜，圣人威压弥漫洪荒，但是却有两个意外，巫族和人族。红军都不跪，女娲成圣就更不可能跪下。金光散去，女娲成圣，这让女娲松了一口气，辗转太多，自己终归是成圣了。可是下一瞬间，女娲面色大变，楚燕，你坑我！原来之前的条件都是你在算计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直到这个时候，女娲才反应过来，之前我让她答应3个问题的原因了，这是要把女娲坑死一辈子。一旦自己答应，自己就算成圣，也会成为人族的大圣。但是天机混乱，女娲也没有看到后续亮劫，但是自己却看到了巫妖良劫的前后。自己一旦发下道誓，自己彻底完了，就算成圣，也会被楚燕吃得死死的。我缓缓站起身来，呵呵一笑，怎么这才反应过来？你也太笨了，想要好处又不想出力，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女娲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这是又当又立，混账，欺圣太甚！说着，女娲就要一巴掌拍过来。女娲，住手！红军怒斥，都他妈这个时候了，岂能对楚燕出手？难道想要盘古再现吗？红军也是恨透了我。谁能想到这家伙一言不可直接掀桌子，差点改变大事，更是让洪荒差点崩溃，让这一方世界提前进入无量亮劫。如果可以，红军也是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我，但是还是忍住对着女娲说道：“你已成圣，若无大事不得入洪荒，可在33天外开辟道场。”是，老师。红军随后看向我说道：“楚燕，你也住口！如今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导致的。”红军开始甩锅了，然而我岂能接招？这可是天大的因果啊，这与我无关。难不成尔等算计我人族？我人族还得感恩戴德？楚燕，你放肆！不等红军开口，门下弟子先坐不住了，我就放肆了。咋地？你来咬我？都住口！眼看又要上演战斗，红军赶忙呵斥，随后对着我说道：“道有50，天眼49。”遁去一道，给予众生一线生机。楚燕，你为人族争取了这一线生机，此刻开始，你可为人族之师，教化人族。你若愿意，也可入我门下，成为第7位弟子，但不得更改大事，否则本座必定降下天罚。我却是呵呵一笑，真是打得好算盘啊！我当即反驳回去了：人族之师无需你来赐予，我为人族，更是人族先天第一人，当有教化人族之责，无需你来关心。我可是知道洪荒这些家伙，每一个都是800万个心眼子，自己这点心思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渣渣，因此宁愿一分不要，也不能落了把柄。同时，此话也是直接毒死太清的成圣之机。倘若要是太清强行伸进人族，那就别怪楚燕不客气了。随后接着说道：“至于成为你的弟子，你想太多了。我洪荒人族人人如龙，未来发展不可限量。区区一个道祖门徒又岂能满足？又有什么资格让我人族成为你的道祖门徒？”红军，你长得不咋地，想得倒挺美。红军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岂能不知这是我要跳出定数变成变数呢？怎么，你还有意见？你若不服，那就再干一架！气得红军3式神跳，额头青筋暴起。红军，你给我听着，人族之事自当人族自己解决，好好约束你的门下弟子。倘若胆敢打人族的注意，不管是谁，我必定将他挫骨扬灰，就算是圣人也不行。说话斩钉截铁。话音落下之后，我猛然看向了接引准提。巫妖之后就是封神，接引准提这俩货可是迷惑地心，羞辱女娲，这才导致封神亮劫人道被算计在无人皇。随后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哪怕是玉石俱焚，洪荒破碎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，无尽杀气爆了出来，一道绝死的气势直冲红军，气得红军要暴走了。终于明白女娲之前为什么要抓头发，知道自己的小心思被我看透了，强行忍住怒气点了点头。是吗？那就各凭手段吧。如果你执意如此，那么人族往后的一切因果业力都将由你承担，你慢慢考虑。本座紫霄宫第7位弟子，随时给你留着。红军面色无悲无喜，只是有些苍白。原打算着让一切的变数成为定数，但是现在看来，这条路还有些漫长了。好了，我们走。红军撂下一句话，然后带着众弟子前往紫霄宫。忽然，我鬼使神差地对着通天说道：“通天道友，玄门仙道没搞头的，还是修行盘古大道吧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一道盘古意志就让红军变成狗。红军一个踉跄，直接跌倒在地，转头怒骂：楚燕，你住口！
话音落下，直接单手一挥，所有人消失不见。老子还以为你要做点什么，结果居然是放狠话，真以为老子是被吓大的。看着红军带着女娲圣人以及其他门下弟子离去，我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还有那些无尽大能也是缓缓散去，但是心中都在打自己的小九九。洪荒人族刚刚出世，就造成了如此恐怖的震撼，居然连盘古都出来了。甚至为了人族，盘古放弃了修改命运长河的机会。冥河老祖、镇元子等等这些大佬们也开始了自己的谋划。楚燕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正是12祖无之手递降。人族生机已经打开，人族可尽情发展。倘若有任何帮助，可来祖屋神殿。我巫族就算是豁出一切，也会保尔等周全。这话听得我很是感动。虽然是因为盘古的原因，巫族才会如此不计代价，可是这终究还是天大的因果。多谢，待我安置好了人族，必定前来拜访。如此甚好，我等消耗太多，无法久留，必须要回到祖屋神殿休养。话音落下，12祖屋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不周山脉。所有大能离去，只剩下10万先天人族在这东海之地风中凌乱。族人们，一声大吼，我的声音响彻开来。火焰张开双手高呼：今日一战，人族风采完美展现。我们用这一战告诉了洪荒生灵，人族不可欺。人族一线生机已经争取，但是能否守住，还需尔等共同努力。只见一尊金色的虚影缓缓升起，人族气运开始集结。洪荒无尽生灵都给我听着！楚燕，洪荒先天人族第一人，在此昭告洪荒天下，我楚燕当为人族之师，人族由我守护，人族由我教化。我生定当发展人族，扫平一切人族发展障碍。我死必定化身人族之魂，守护人族万事太平。天地人鬼神共建之。话音落下，人族气运瞬间暴涨。拜见人师，10万先天人族跪拜，族气运开始升腾，消耗的气运再次回补。洪荒各地无数生灵对着我跪拜，人族气运彻底沸腾起来，几乎是一转眼的时间，消耗的人族气运瞬间就被填满。恭贺人族诞生人师，无尽大能纷纷道贺，人族气运一举突破原有的高度，再次拔高一大截。这就是人族打下来的一线生机，如今该得到回报了。忽然不周山脚下，祖屋神殿位置直接爆起一大片金光，瞬间照耀亿万公里。巫族气运提升了，果然如此，巫族豁出一切帮助人族，如今人族得势，巫族岂能没有好处？从此人族和巫族气运相连，这天地之间，若是还想动人族，恐怕就得掂量掂量了。巫族可是圣人都不愿意招惹的存在，他们这些小瞎子就更不敢了。洪荒无尽大能看得流口水，这么庞大的气运，若是给了自己，那岂不是当即成圣？妖族天庭、帝俊和东皇太一看到这一幕之后，气得直接暴走。可恶地人族欺妖太甚，之前人族逼迫妖族圣人发誓，更是斩断妖族圣人成圣之机，随后帮助巫族打破周天星斗，直接打得妖族气运见底。好不容易女娲成圣镇压了气运，结果人族气运直接暴涨。帝俊和东皇太一只感觉到脸上被打得火辣辣的。师兄，这些人族气运与我西方有缘啊！接引准提也是贪念四起，可是却不敢动手，只能流口水。元始气得胸口鼓起，一个弱小的蝼蚁种族，凭什么拥有这么多的气运？女娲更是气得吐血三升，如此庞大的气运，直接丢了一大半。要是人族承认了他的圣母之位，那么这所有的气运都是他的，可是都被我打断了，也只能获得一小部分造人的功德，这可是让女娲更加恨透了我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坚决不能这么算了。我已经成为圣人，必定要找不回来。一旁的通天却是感觉到灵台一阵升华，这是人族气运。通天面色大惊，没想到自己还能获得好处，自己豁出一切摆下诛仙剑阵，帮助了人族，那就是对人族有因果，人族岂能不偿还？而且人族这一战，更是让通天坚定了自己的教义。只是我最后的话，却让通天的心开始摇摆了。难道自己真的错了？忽然晴天响雷，只见无尽金光落下，直奔我而来。这一幕看得无尽大能面色大变，怎么会这样？楚燕都如此了，天道居然还要降下功德！天啊，好多啊！这可是比女娲圣人造人降下的功德还要多。所有人看得流口水，然而我却是一声冷哼：区区天道功德也敢造次？看来我刚才说的话你当成放屁。此话一出，洪荒无尽大能瞬间被雷到，好大的胆子啊！只见我头顶的金色巨人猛然一拳打出，给我散！天地动荡，这恐怖的功德瞬间被我一拳打散，吓得所有大能面色大变。这楚燕怎么敢的？只见天空之上瞬间黑了下来，滚滚雷云黑压压的，仿佛要劈死我。我也是不甘示弱，金色巨人傲立苍穹，人族之事人族自己说了算，无需他人怜悯。如今人族好不容易打开了一线生机，一旦接下了天道功德，那么人族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天道功德这玩意儿就像粉一样，越吃越上瘾，甚至到最后都无法离开。当然，更多的却是因果。依照天道的算计，一旦人族接下了这功德，哪怕只有一点，都会被天道算得死死的。我昭告了洪荒之后，这才带着自己的族人散去。临走之前，看了一眼那最后一团9天息壤，略微思考一下之后，我直接抓在了手里。9天息壤，混沌的产物。嘿嘿，红军，我会给你准备惊喜的。东海之滨被这一战打得千疮百孔，看着破败不堪的东海之地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还得前往不周山才行。人族气运虽强，但是实力孱弱。如果每一次的战斗都用人族气运，那么就算人族是天地主角，到最后也会凋零，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。
而且之前的战斗虽然激活了人道金龙，可是也导致了人族根基受损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弥补。人道本来出世就晚，这下就更晚了。为了人族一线生机，人道金龙强行降下投影。虽然人族生机打开，可是人道根基受损，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觉醒。不过好在现在还是巫妖亮劫，圣人尚未完全成圣，只需要谋划一番便可弥补。看来这巫妖亮劫注定了人族参战。收回了心思，我大手一挥，走，前往不周山。洪荒人族开始了大迁移，瞬间无尽族群被吓得立刻让位置。各方大能见状，也是立刻吩咐手下的一帮玩意儿，千万别招惹人族，甚至必要的时候都要给人族提供帮助。一方面他们真的是怕了，人族之师就是个疯子，那可是直接参与到混沌魔神战场的存在。另一方面也想结个善缘，毕竟人族气运实在让人流口水，因此我这一路也算是顺风顺水，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族群主动帮忙，然而都被我拒绝了。这是人族踏进洪荒的第一步，也是人族崛起的路，需要人族自己来完成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若是没有残酷的历练，人族又岂能变强？又如何有资格掌控自己的命运？紫霄宫内，一众弟子愤怒滔天。老师，楚燕害的弟子险些不能成圣，更是害得弟子丢失大半气运，还望老师主持公道。女娲率先发难，虽然已经成圣，是心中的那一口气，却是始终无法理顺。自己创造地人族，为何不尊自己为圣母？特别是看着那人族恐怖的气运，女娲就更加憎恨。那明明都是自己的。太清也是说道：“老师，女娲师妹造人之后，弟子已经赶到，成圣机缘就在人族。可是楚燕如此行为，这可是要断弟子的成圣机缘，还望老师明鉴。”听着这些弟子的抱怨，红军睁开眼睛一扫而过。好了，安静，人族打开一线生机，这是他们的机缘，尔等不必再说。这话红军也是打断牙齿自己吞进去说出来，但是已经成为定局，无法更改。如今洪荒命运长河混乱，至少需要万年才能梳理。这段期间洪荒混乱，但是也是尔等成圣之机。万年之后，所有变数都将成为定数，尔等可要好好把握。这话包含太多，红军已经暗示的足够明显了。接着说道：“但是如今最大的变数依旧是人族，人族楚燕更是变数之中的艺术。洪荒想要发展，尔等想要自己道统昌盛，与这人族都扯不开关系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原始没有太清的那般老谋深算，也没有通天那样的天资资质？”红军也只能说道：“洪荒人族必定大兴，此乃天定。但是楚燕的出现，搅动命运长河混乱不堪。楚燕更是想要跳出定数，跳出三界五行。如此行为必定会让洪荒提前进入无量亮劫。”此话一出，瞬间让座下所有弟子面色大变。老师，可有解救之法？红军说道：“让一切变数和艺术回归定数。”然而这话说出来，这些弟子却是感觉到不对。楚燕本意就是想要跳出定数了。只听得红军说道：“然楚燕凝聚人族气运，加持人族意志，以自身鲜血发下誓言，从而引动人道提前感应，放出人道金龙。楚燕若无意外发生，必定是未来人道之祖。”此话信息太过庞大，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。老师，不可，楚燕万万不可成为人道之祖。太清直接反对，女娲圣人、元始、接引准提也是反对。一旦楚燕成为人道之祖，那么人族的一切可都是他说了算。就算是天道想要插手人族之事，都必须经过楚燕的同意才行。特别是女娲，自己可是因人族成圣，一旦楚燕成就人道之祖，那自己也危险了，到时候也会被楚燕拿捏。老师，可有破解之法？红军双眼散发着金光，争夺人族气运，不让楚燕成为人道之祖，让人族一切变数成为定数，到时一切麻烦自当迎刃而解。当然，红军还有一句话没说，那就是10万先天人族死绝，又或者加入尔等道统。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件事情恐怕有些麻烦了。可是老师，人族气运已经和巫族相连，若是对付人族，那可是会沾连巫族因果，弟子可是扛不住啊！这些弟子脑子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了盘古意志降临盘古真身的那一刻，如此恐怖的实力，业力岂能少？就连红军都被盘古打得半死，如今命运混乱，天机不显，只要不是泰国，倒也无妨。听到这话，这些人松了一口气，岂能听不出红军的言外之意？这不是摆明了让他们去找事情吗？尔等记住，万年之后，一切都将成为定数，好生把握。散去吧，通天，你留下。红军这一次再次强调，所有人只要不傻，都知道了，万年之内，只要做的不是泰国，天道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命运混乱需要时间梳理，个借口不错。而且命运混乱，那可是盘古搞出来的，与他们无关。但是巫族却承担了一切，可以说，红军的算计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其他弟子已经离去，唯有通天依旧盘坐。通天，为师知你心中所想，之前帮助人族之事，为师也不会怪你。但是混沌已破，洪荒已成，而且还是你父神身躯所化，一切已经成为定局。红军开始亲情绑架了，没办法，实在担忧啊！万一通天被楚燕蛊惑成功，那自己的一切算计可就麻烦了。弟子明白，多谢老师提点。红军嗯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助人族打开一线生机，也算是与人族有了牵连。如若可以，可对其劝说一番。毕竟大事已成，若是强行更改大事，有伤天和，更是会让洪荒无尽生灵跟着一起演化混沌。”只见红军拿出了一道鸿蒙紫气，缓缓飘向了通天，接着说道：“天道有情，不忍洪荒生灵涂炭，这道鸿蒙紫气你可交付于他，为师门下第7位弟子的位置给他留着，只要人族不更改大事，天道至公，天道不会阻拦人族发展。”通天面色大变，怎么又是鸿蒙紫气？
不是说已经发放完了吗？怎么还有？但是红军并未理会通天的震惊，单手一抓，无尽天道法则显化，最后凝聚出一个蒲团，顿时紫霄宫的蒲团变成了7个。同一时间，命运长河也是发生了变化。红军欲要利用这万年的命运混乱机会，尽可能的把人族变成定数。为了达成目的，红军不惜放出洪蒙子气，断定洪荒生灵必定会有眼红，而冒险的家伙出手，如此也算是给洪荒人族挖坑。与此同时，下一瞬间，通天却发现自己已经在混沌之中，一条洪蒙子气在手中盘旋，但是脑子里想的更多，难道真的要放弃父神传承吗？若是放弃，我通天愧对父神；若是不放弃，可是洪荒无尽生灵都会化作混沌，毕竟这洪荒乃是父神身躯所化。一路思索，不知道是如何回到洪荒的。紫霄宫红军看着这一切，嘴角微微露出了笑容。楚燕，你终究是逃不出本座的手掌心。时间缓缓而过，转瞬100年，人族大迁移途中，人族数量也是变得多了。我不断的给人族烙印自强精神，此时此刻，整个人族万众一心。这一日，不周山山脚忽然霞光万丈，无数大能被惊动，就连红军也是惊动，一眼看去，瞬间面色大变。怎么会这样？人族为何变得如此？不周山山脚忽然一道恐怖的金色光芒直冲天际，隐隐之中游龙戏凤，整个洪荒都被惊动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无尽大能快速投影，就连33天之外的女娲圣人也是面色大变。只见不周山脚下大量人族齐聚，瞬间就让女娲极度的眼红。该死！好强的气运！100年时间，人族一路迁移，一路繁衍生息，已经达到了几十万，其中不乏老人小孩，还有大着肚子的。但是10万先天人族却是依旧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般年轻。也难怪天道为何要算计10万先天人族死绝了。人族没有先天至宝，但是却有9天息壤所造的10万先天人族，先天自带镇压人族气运。若是10万先天人族不死，就算是人族至宝空瞳印都得靠边站。因此10万先天人族必须要死，又或者转投圣人门下。只见几十万的人族头顶金光照耀整个洪荒，好强的气运！为什么人族气运会忽然拔高这么多？我的天，这气运直接超过了巫族，更是力压妖族。妖族可是有圣人坐镇啊！无数大能看得震撼无比。祖屋神殿之中，12祖屋正在休养生息，可是忽然感觉到一道力量冲了进来，随后只感觉到原本亏空的身体在这一刻仿佛久旱逢甘霖，消失已久的力量再一次回归到了身体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力量回来了，大哥，你变得年轻起来了。12祖屋高兴万分，然而忽然只感觉到一阵地动山摇，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妖族又打过来了？出去看看，一个个跑了出去，一看，却是瞬间吓了一大跳。人族这么快就来到了不周山，这才100年不到吧？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族，巫族也是傻眼。人族大迁移的时候，巫族主动帮忙，但是都被楚燕拒绝，美其名曰这是磨练，巫族这才放手。没想到短短100年时间，人族变化居然如此强横。同样，妖族天庭、帝俊和东皇太一看到这一幕之后，却是气得要哭了。该死的人族，我恨啊！帝俊和东皇太一恨不得立刻屠了所有人族。人族气运稳压妖族，而且巫族气运也因为人族而暴涨，这叫他们如何能忍？人族必须要死，必须要想办法弄死人族，否则我妖族必败。就在所有人震惊之时，只见太清却是猛然心头一动，机缘已至，可该我乘胜。随后瞬间化作一道流光，直奔不周山。同样，红军也是脸色大变，人族气运太强，一举超过巫妖2族。不好，巫妖亮节主角要发生变化。天道助我一臂之力，造化玉蝶瞬间化作法则之力，联手天道之力冲进命运长河镇压。一旦人族气运真的起来，巫妖亮节恐怕就会变成人族联手巫族打妖族，到最后妖族灭，巫族和人族大兴，结果就是不但没有磨灭盘古意志，斩掉盘古因果，而且还会让盘古重生。若真是那样，天道的一切算计都成空。同样，红军也通过命运长河看到了缘由，原来如此，人族大迁移完成，这一切的气运应该是女娲的，真是废物啊！原本女娲造人之后守护人族1000年，人族气运就会成为女娲的。随后太清教化人族，夺走人族气运，更是创立人教，彻底镇住人族气运。然后一天武圣彻底震死人族气运，如此人族被彻底的拖进了深渊。最后在封神之战彻底了结，人皇变天子，从此人道沦为天道傀儡。然而这一刻，因为我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金色的命运长河之中，红军拿出了吃奶的力量，疯狂镇压。天道规则也是全力爆发。该死！想要这人族变成定数，为何这么难？红军也是感觉到了棘手，想法要一下子就把人族变成定数实属不可能。罢了，只能先行稳住，再来徐徐图之。一口精血喷在了造化玉蝶上面，随后红军直接把造化玉蝶直接抛向命运长河，给我震！一道伟岸的力量强行压下，命运长河这才稳固。这可是心疼了红军，真是气煞本座。为了镇住人族的气运，害得本座不得不拿出造化玉蝶镇压。楚燕，你给我等着！为了镇住人族命运，红军搭进去了造化玉蝶，但是也只能稳住，并没有让人族变成定数。与此同时，人族的气运也是涨停。我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怎么回事？人族气运暴涨，我应该越来越强才是，为何会胸口发闷？难不成又是哪里出现问题？一声龙吟传出，我瞬间明悟，红军仰天大吼一声，我爆出无穷尽的杀戮，岂能不知这是红军镇住人族的命运？只见一尊金色巨人拔地而起，给我破！一拳打出，我欲要打破壁垒，冲进命运长河，可是却徒劳而返。该死！人族无胜，人道不出，实在憋屈，狠狠一拳捶向大地，瞬间周边万里震动。也在同一时间，一道身影快速袭来，吴太清，道族首徒。
今日教化，我当即就被火上浇油，瞬间暴走。太清，你居然敢打人族的主意，找死！我愤怒瞬间打断太清说话，同时一掌从天而降，恐怖人族气运瞬间爆发。只见天空之上黑压压的一片，直接拍了下来。不好！太清面色大变，方才激动的有些忘形，这才想起人族还有我，快速躲闪。但是人族气运实在炸裂，直接被我一巴掌打在了地上。楚燕，你住手！我正愁没地方发泄怒火，结果就有人来送枕头呢。而且我听得明白，太清成圣机缘已经到来，那么人教很快就会出现，那岂不是一天武圣即将到来？一天武圣看似有的和人族没关系，实际上都有关。我绝对不允人族被算计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除掉太清，